我不想做你哥哥了。话音刚落，我的竹马变成了一个咿呀呀的娃娃。我俩面面相觑，他哇的一下哭出声。于是第二天，我与他未婚先孕的谣言便传遍了整个校园。天哪，谁来救救我！我被辅导员叫进办公室，他啪的一声用力将教案砸在办公桌上。说说吧，你和齐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张了张嘴，看着怀里的竹马，一时不知道作何解释。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实话实说。我说他是齐源，你信吗？我信。老师，我还来不及感动，他就将桌子敲得震天响。我信你个大头鬼，叫你家长打电话给我，必要的话办理休学吧。说到这里，意有所指地往我胸上瞄了一眼，建议母乳喂养我。心中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，末了只能忍气吞声地攥紧了拳，深呼吸几下。老师，您能先别告诉我家长吗？我和齐源，我顿了顿，我们还没准备好，请您再给我们点时间。老师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我怀中的宝宝，终是做了妥协。你们这群年轻人啊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自己还是屁大点孩子，做事情怎么就不知道考虑后果呢？哎呀呀，这宝宝真是太漂亮了，和齐源长得可真像。来，快让老师抱抱，同一个人能不像吗？我强行将翻了一半的白眼重新翻了回去。你眼睛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刚来的路上，风太大，好像有沙子进去了，眼睛有点不太舒服。要不要紧？要不去医务室看一下？我摆了摆手，将怀中竹马递了过去。他喜滋滋搓了搓手，伸手来接，竹马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这货竟然还挑人！他们不知道，不相信这娃娃是我的竹马，可我知道。虽然我不相信，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，又去超市买了些婴儿用品。呜呜，我的钱包！好容易喂了奶，我也出了一身汗。竹马它竟然拉屎了！奥诺！我手忙脚乱一通，将他身上的小衣服扒了，用湿巾给他擦了身子，又帮他盖上小被子。好容易忙活完，他倒清爽了，可我却出了一整身的汗。看了眼狭窄的床，想了想，还是一起洗吧。毕竟他不在我眼前，我不放心。当然，对于退化成婴儿的竹马，我是不相信它会长针眼的。婴儿嘛，谁在婴儿时期会记住事儿呢？奇怪的是，闹腾一下午的竹马一落水，竟然意外的乖巧和安静。齐源眨巴着大眼睛，目光灼灼瞅着我，脸颊被浴室里的热气熏得红彤彤的，可爱极了。我伸出食指去戳他的脸，原来你喜欢水呀！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指，不放手了。嘿，你还别说，我这竹马小时候还怪讨人喜欢的，可爱。洗漱完毕，睡觉的时候就成了问题。虽说竹马变成了婴儿，可变成婴儿的竹马也是竹马，我总不至于抱着竹马睡吧？这可太过分了！我怎么能抱着它睡呢？可它实在是太可爱了。对不起，我母性光辉太强。一夜无事，一觉醒来，我对上了一双朦胧的大眼睛。齐源趴在我身上，眨着超长睫毛，墨色的眼珠十分灵动。见我醒来，啪叽一下，竟然亲了我一口。奥诺，惊悚，实在是太惊悚了！我震惊的一把推开他，这才发现我那竹马竟变成了一个3岁的婴儿。可能我用的力气太大，摔到他了，他又嘤嘤哭出声来。妈咪不喜欢圆圆了吗？呜呜，圆圆是什么鬼？齐源哭得超大声，将整栋楼里的人都给吵醒了。隔壁的好心邻居狂砸着门，孩子都哭成这样了，我劝你做人，给孩子一口奶喝，不然我报警了呀！竹马捂着眼睛的小手偷偷往下移了移，眼睛朝可以让他长针眼的地方瞟了过来。我一把搂住我胸口，愤怒瞪他：喝奶？开什么玩笑？想都别想！呜呜，妈咪，圆圆要喝奶奶，喝个屁呀！哈！我低头在购物袋里疯狂翻找，最后终于拎出一排养乐多来，欣喜拆了一瓶，小心放至他身边，摇了摇下巴。那个就是奶，你喝那个。齐源像是没听懂，看都没看，就朝着我爬了过来，嘴里不停地碎碎念：圆圆要喝奶奶，圆圆要喝奶奶。我惊吓后退，疯狂摆手：你别过来啊！哎呦喂！齐源一把抱住了我的大腿，沿着大腿开始往上爬动。这么小的孩子，臂力不错成这样，还有没有天理啦？眼看着他的手伸向了不该伸的地方，脑中灵光乍现，我将他抱进了浴室里。齐源不是喜欢水吗？放他在浴缸里玩，转移一下注意力不就好了吗？嘿呀，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！我拿了个小板凳放浴缸旁边，一只手舀水往他身上泼，一只手不断地刷了学校论坛。震惊！校花周同轩未婚先孕，孩子父亲却不在身边，是抛弃妻子还是另有隐情？最美校花竟然隐婚生子，其老公系其竹马。校花周同轩给竹马生了一个孩子，为何孩子生下后竹马却不见了？抱竹马不忠诚导致分手，周同轩当时已有身孕，获得一套别墅后绝交。
我有些欲哭无泪，愤恨地舀了一大碗水，看都没看，朝他脑袋上泼了过去。奇缘，姐的一世英名可都被你毁了，谣言可不，我以后还怎么找男朋友？呜，你一定要赶快变回来，和他们解释清楚啊！姐姐，你淋我脑袋上水了。少年的声音低沉浑厚，清脆好听，富有磁性。废话，淋的就是你的脑袋。哎，等等，他刚喊我什么？我诧异地转过脑袋，不期然对上了一张少年的脸。手中的瓢落入水中，水花溅湿了我的雪纺前襟。我来不及在意，颤巍巍开口：“你几岁了？7岁。姐姐，我洗完了，有没有衣服给我穿？”奇缘突然从浴缸里站起身来，惊得我猝不及防。天哪，这是我不付费就能看的。我没转身，也没捂眼，就只是有点怕，毕竟看了不该看的，我怕我会长针眼。只是怕，时间不到1秒，就重新将它按了回去。别动，再泡会儿，我去附近超市给你买衣服去。奇缘撇了撇嘴，似乎有些不太情愿。我摸了摸他头顶发旋，笑得一脸慈爱。乖，听话，姐姐待会儿回来给你买大黄蜂。大黄蜂，奇缘的眼睛亮堂堂，很是惊喜。大黄蜂超市离出租屋有些远，为了不再下来跑一趟，因此我多停留了一会儿，想着尽可能的将东西置办齐全，却不想这一耽搁，竟耽搁出事儿了。等我回去后，发现奇缘躺在浴缸里，浑身冰冷，竟然昏死过去。我错愕地看了一眼表，我这一走竟然走了5个小时。奇缘是不是傻？水冷了，自己不会出来吗？好气，但生气归生气，我总不能对他置之不理，不管他吧。我将他抱到床上，捂上被子，又找来一些玻璃瓶子，装了热水塞进去。幸好他身体强壮，不一会儿他的体温就恢复了正常。我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儿，终于等到他醒了过来。姐姐，圆圆等了你好久，你终于回来啦。他脸色苍白，嗓音沙哑，看起来有些可怜。超市人多，所以回来有些晚了。想起什么，我匆忙从袋子里掏出刚买的大黄蜂递了过去。给你买的大黄蜂，快看看喜不喜欢。奇缘愣了一下，伸手接过大黄蜂，细细把玩一番，然后咔嚓一声将大黄蜂的胳膊给弄断了。死熊孩子，这只大黄蜂可是花了我500块大洋啊！我忍了又忍，终于忍不住质问他：你干嘛掰他胳膊？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货，睁眼说瞎话，你当我眼睛瞎吗？我严肃了脸，凶他：小孩子不可以撒谎，再撒谎，姐姐就不要你了。话音刚落，就见他突然撇了嘴，泪珠子开始在眼眶打滚，下一刻，眼泪不值钱的开始往外蹦。他压着手背，委屈巴巴小声啜泣，同时半掀眼皮，可怜又无助地望着我。呜，姐姐凶我，圆圆没有撒谎，圆圆真不是故意的，哭就算了，还越哭越凶。眼见着哭声有穿墙而过的趋势，电光石火间，我警惕顿生，伸手去捂他嘴，但还是晚了。不出意外，隔壁的好心邻居又狂砸起了门。隔壁的，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孩子都哭成这样了，给孩子一口奶喝，就这么难吗？再让他哭，我真要报警了呀！人要脸，树要皮。虽说孩子不是亲生的，但是我还是要脸的。我匆忙搂住他，将他横抱在怀里，轻轻拍打他的后背，低头哄他：好啦，是姐姐错了，姐姐给你道歉。圆圆乖，不哭啊！呜，那姐姐唱歌给我听，等会儿让我捋一捋。她该不会是故意弄坏大黄蜂，就是为了听我唱歌吧？我瞪他，你该不会是……圆圆要听姐姐唱歌，圆圆要听姐姐唱歌。眼见着哭声又以雷霆之势渐起，我紧急掐灭她的火苗。唱，别哭，姐姐这就给你唱歌。唱什么好呢？世上只有妈妈好。不听这个，我要听喜欢你死，还点歌。我怀疑他在套路我，可我没有证据。换个别的吧，这首歌姐姐不会唱。骗人，手机上都有。你该不会恢复记忆了吧？什么恢复记忆？圆圆不懂。姐姐是不是后悔给圆圆道歉了？连首歌也不给圆圆唱，饭我认栽，唱就唱吧。吃完饭，和奇缘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我看着奇缘的侧脸，有些发呆。他从变成婴儿到现在，不过用了2天。如果一天长7岁的话，差不多明天这个时候，他就可以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。但愿他恢复成正常年岁之后，不再记得此事。毕竟，任谁被青梅看到成为婴儿的自己拉屎之事，应当都是毕生之耻吧。似是觉察出我的视线，奇缘突然转过头来看我：姐姐不陪圆圆一起看电视吗？我扶了扶额。哎呦喂，一听这名字，我脑壳就疼。咱一个小男子汉，能不叫圆圆，换个名字行吗？我试图跟他商量。他突然变了脸，撇了撇嘴，很不开心。姐姐不喜欢圆圆，这让我怎么回答？想到此时的竹马毕竟是个半大点的孩子，我忽然有些内疚。罢了，我这做姐姐的自然要学会包容。我违心道：喜欢什么？
喜欢圆圆，他这才心满意足地转过脑袋。妈的，我怀疑他在套路我。本来是想放部动画片给他，可他坚持要看爱情片，争执不下肩，还一脸鄙道动画片都是小孩子才看的，姐姐都多大了还看动画片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我提溜着他后脖梗到跟前，一脸凝重道：齐远，你老实跟我讲，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，在耍我？他先是一愣，继而垂下脑袋，撇了嘴：什么齐远？姐姐你在说什么？这些动画片圆圆都看过好多遍了，圆圆真的不想再看了。想了想，如果他真的恢复记忆了，他确实没必要骗我。随便提了几个动画片，问他内容，他都答了出来。行吧，学霸就是学霸，什么事都习惯于赢在起跑线上，就连动画片都不放过。无奈之下，只好挑了部清水片子《怦然心动》给他。因为还是怀疑他，所以距离他很远。齐源见我坐在沙发另一头，把怀里的大黄蜂放在茶几上，朝我挪了过来。你干嘛？要靠？他顶着一张帅脸，眨巴着大眼睛，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，直击我的少女心。不行，你起开，你还小，别诱我犯罪。下一秒，一把搂他在怀。天哪，他摸起来真的好软呀，少女心爆棚。电影演到男主从暗恋到明恋，互相表白的场景，齐源突然扬起脑袋问我：姐姐，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？这突如其来的疑问，直接让我怔住了。不知怎的，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张极其熟悉的帅脸。齐源，天哪，我怎么会想到他？我摇了摇头，强行掰过他脑袋，没有，问屁问，看你电视。他扭过来，突然扬起脑袋亲了我一口，羞答答道：那就从今天开始喜欢我吧。我操，他竟然吃我豆腐。可能是齐源身上太暖和，我抱着他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。这一觉竟然直接睡到了第二天日上三竿。醒来的原因，佛曰不可说。总之，我们面面相觑，都红了脸。我一把推开他，理了理凌乱的衣襟，正要质问他为什么睡着竟把我搂在了怀里。齐源却抢先一步，先发制人：你怎么睡在我怀里？拜托，是你搂的我好吗？我正要对回去，却欣喜地发现他竟然长回了原来的个头，衣服都给撑爆了。但秉承着谨慎的优良作风，我小心翼翼问他：齐源，你今年几岁？周同轩，你脑子被驴踢了？我的高冷竹马终于恢复正常了。普天同乐，撒小花花。我喜滋滋在原地开心地转圈圈，他像看神经病一样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终于耐心告起：周同轩，你给我安静一点啊！他怎么可以这么凶？还是之前的他比较可爱。我向齐源讲了此前发生的事，简单略过了他拉屎、喝奶和洗澡的事。好吧，略过之后似乎就没什么可讲的了。齐源静静听着，面色平静，看不出来在想什么。我去，他这是不信我，亏我给他做了这么久的老妈子。我愤恨地掏出手机，打开学校贴吧，翻到最新消息一栏，递给他看，自己看。金锤校花周同轩确认惨遇渣男，致其未婚先孕后消失不见，独留其一人带娃。齐源的脸慢慢有了变化，由原先的冰冷白皙变为了淡淡的粉红。这上面说的竹马指的是我。干，我就你这个竹马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我白了他一眼，神情奄奄仪躺在沙发上，随手捞起抱枕遮住了自己的脑袋。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的一世清白可都被你给毁了，我以后还怎么有脸见人？还能怎么办？我毁的，我负责。什么？我怀疑我耳朵出了问题，将面上的抱枕往下移了移，只露出眼睛看他，却见他慢慢俯身过来，突然伸手将我禁锢在沙发上，侧耳轻轻在我耳边一字一顿道：我说我负责。周同轩，我们在一起吧，救命！他在说什么鬼话？就因为这该死的谣言就要和我在一起？那个谁曾经说过，没有喜欢做支撑的恋爱都是耍流氓。我别过脑袋，双手抵在他胸口，用力推他。不行，他一怔，看向我的眼神讳莫如深。为什么？反正你也没有喜欢的人。他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？顾不上思索，为了维持住我们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的友谊，只好说了狠话。因为你是我哥，我咬着牙也一字一顿地提醒他。齐源是我哥，这事要从我们小时候说起。那时候的我可是他甩都甩不掉的跟屁虫。哈哈哈！齐源，你怎么走哪儿都带个小尾巴呀？就是，齐源，你说实话，你俩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弄堂里的孩子惯用这个伎俩来起哄，每次都能把人弄得脸红，无一例外。胡说什么？这我小妹省略了邻居家的。那天，齐源拉着我的手，默不作声往家走。我其实很想看他的脸红没红，但他垂着脑袋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就只露给我个后脑勺。罢了，不看就不看。快到家门口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道：以后不准再喊我齐源。原来一路上都在想这个。
顿了顿，他又道：“喊我琪琪哥。”我不解，为什么不是圆圆哥？他的手指紧了紧，攥得我手有些疼，却始终背对着我。你喜欢圆圆哥？那就喊圆圆哥。他突然松了我的手，跑了。可我看到他的耳朵红了。这以后我就一直喊他哥。我不想做你哥哥了。哎，别！我忽然意识到他可能会回我什么，匆忙去捂他的嘴。OMG！ 上次他变成婴儿，就是在说完这句话之后，这次可还是晚了。我看着重新变回娃娃的竹马，一时间有些欲哭无泪。平定心绪，有条不紊地给竹马换回婴儿装。门铃响了，打开一看，一直以来暗恋的校草提着满满一塑料袋的东西，正站在门口。而本该光鲜亮丽、穿着美美衣裙、腼腆站在他面前的我，此时蓬头垢面，连脸都没洗，穿着皱巴巴的睡衣就算了，最重要的是手里还抱着娃娃，简直是大型社死现场啊！救命！是哪个龟孙子告诉他我住这里的？看我不锤死他！一直以来维持的完美形象啊！他崩塌了！一时之间不知道是该先关门还是先关门，于是砰，不假思索，果断关上了门。几秒钟后，打扮美美还沾了超长睫毛的我重新开了门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，家里有点乱。我撩了撩头发，做扭捏状，侧了身子，给他让开路。他将买来的东西放在柜子上。思韵说：“你在这里住，我就想着来看看你。”他又朝屋里看了一看，不会打扰到你吧？不会。我匆忙摆手，心想，果然是谭思韵那个小婊。他和我一样暗恋校草，知道我绯闻缠身，故意想拉我下马。我忍不住又解释一句：“那个，你别误会，贴吧上都是乱写的，我和奇缘他没关系的。”哇哇哇！震耳欲聋的婴儿啼哭声不合时宜地从卧室里传来。曹好不容易和我男神说2句话，我站起身来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让我来吧。校草起身进了卧室，动作娴熟地将奇缘搂在怀里，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。奇缘竟然出奇地不再闹了，神奇啊！谁能告诉我这场面说不出的和谐是怎么一回事？他见我呆愣在原地，笑着解释说：“爸妈工作忙，我有个弟弟，从小是我带大的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跟着奇缘来到客厅，见他指了指柜子上的袋子，那里面是我在超市买的一些婴儿用品，也不知你用不用得到。打开袋子，奶嘴、奶瓶、奶粉、尿布，满满当当一大兜。天哪，不愧是我男神，考虑好周全。这么满的诚意，一时间我竟不知要怎么感谢他。你没吃饭吧？要不我帮你煮点面，刚看到他袋子里有意面。好啊，我进了厨房，他抱着个大灯泡坐在吧台和我说话。不是他不想撒手，是奇缘这孩子忽然有了臭毛病。校草只要一撒手，他就哭得昏天黑地，跟怎么着了他似的，根本就撒不了。于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本该其乐融融，促进感情的，可这么大一个灯泡在眼前一晃一晃的，想不注意都难。这不一个没留神，话题就又拐到灯泡身上了。他跟奇缘长得好像啊！校草忍不住逗怀里的婴儿，突然意识到说错话，闭了嘴。是挺像。我淡淡回他，用铁铲使劲搅动着锅底。毁人姻缘者下地狱。奇缘，你是不是克我？你和奇缘的事，我听说了。奇缘他不负责任，扔下孩子不管不顾，但这不是你的错。天哪，他好明事理。我放下锅铲，扭过头去看他。他突然红了脸，耳间泛起一抹红晕，像是有些难为情。安慰人嘛，这有什么难为情的？我来其实是有话要跟你说，虽然来的这个时间可能不是很好。这是要和我表白了？快，满眼期待。但是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这还没开始飘就被人拽了下来。怎么着了呢？就这一会儿功夫，校草他竟然被咬了，被奇缘他竟然长了牙。就差一点点，校草他可就给我表白了。关键时刻功亏一篑，罪魁祸首都怨他。我看着怀里的奇缘，愤恨的牙痒痒，特想掐死他。可我不仅不能把他怎么着，还得抱着他。原以为他喜欢人家校草，所以才让人家一直抱着他。可人家校草走的时候，他不仅不哭不闹，还搁那儿一个劲儿的傻乐。这熊孩子，要不是看他是一个婴儿，我绝对相信他前面的所有铺垫都是为了这最后的一击。校草走之后，他就换我粘着了，又开始一撒手就哭。我倒也不是很在意他哭不哭，毕竟校草也不在跟前，装给谁看？他是婴儿没错，可他也是竹马。对待婴儿可以手软，对待竹马就没必要。但是邻居他不理解我，不肯放过我呀。那天杀的道德之眼时刻徘徊在我门口，生怕我虐待了我的竹马。只要奇缘一哭，姑娘，求了，劳烦做个人，给孩子喝口奶吧，不然我可报警了呀。吸气，吐气，再吸气，再吐气。对，没错，美丽的小仙女都是不屑生气的，气大伤身，更伤颜。
3天，我只需要再忍3天。我在心中暗暗对自己说，1天2天，哎，好爷，终于到了第3天。我喜滋滋盯着齐元看了一整天，就连他鼻孔的毛发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可齐元他愣是没有什么变化，怎么回事？上次不就是1天长7岁，3天就长过来了吗？这次怎么就不长了呢？我有些不明所以。就在这时，一股难言的味道突然飘了出来。齐元他终于拉屎了，3天了。3天以来，我喂了他很多流食，我还因为担心他便秘。你知道的，虽然婴儿是竹马，可婴儿他毕竟是婴儿，不拉屎的婴儿可不是好婴儿。终于，我抱着他往浴室跑的时候，简直是欣喜异常。电光石火间，有什么从脑海里一闪而过？水，对，没错，是水。每次齐元都是泡水以后才长大的。哎呀，你看我这猪脑子！我匆忙将齐元放进浴缸里，想了想，去取来他7岁时穿的衣服，放置在椅子上，又搬来小板凳，杵旁边等着。5分钟、半小时、1小时、4小时过去了，我等得昏昏欲睡，可齐元他依然没什么变化。无奈之下，我给齐元擦了擦澡，将他脏掉的衣服扔进洗衣机，抱着他躺到了床上。罢了，明早起来再继续泡吧。太困，睡了。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一大早，迷迷糊糊睁开眼，我竟被人抵在了床上。我不想，我匆忙去捂他的嘴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他突然冲我笑了，当我女朋友，真是腹黑。我白了他一眼，胡乱点了点头。他不能再变成婴儿，我不想再当老妈子了。齐元手臂撑在我身体两侧，将我困在胸膛与床之间，正垂眼盯着我看。桃花眼、剑字眉、高鼻梁，外加红润的薄唇、宽肩和8块腹肌。哇，他好帅呀！我哼哼唧唧半晌，在他越咧越大的嘴唇下，突然觉察出不对劲来。啊，你怎么没穿衣服？在齐元还没反应过来之前，我先发制人，尖叫出声。隔壁的好心邻居又狂砸起了门。干什么呢？当着孩子的面，你们俩夫妻能不能要点脸？这都哪儿跟哪儿？齐元，他微微愣神，匆忙起身，在卧房翻找起衣服来。我用被子将自己包裹得像个粽子，半眯着眼睛，随手指了下阳台，都洗了。他站在原地，不明所以。全部，我点了点头。全部，他扶了扶额，无奈之下去关洗衣机。还没来得及提醒，就听他冲我吼：“周！”轩话音刚落，就见他拎着2件婴儿衣，背着寸缕的站在屋门口，看我的表情苦大仇深。奥诺，这下可真要长针眼了。虽然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可我还是从他扭曲的表情中读懂了他想表达的意思。这衣服我能穿？你他妈是在逗我！我强忍住笑，两手一摊，向他展示我的无辜。不怪我，谁让你忽大忽小的？齐元，我看着他吃瘪，心中却道：齐元，你也有今天。我和齐元一起回了学校，他帮我向其他人解释说，婴儿是他的远房小侄子。其他人竟然信了，我震惊，这么苍白的解释，他们竟然信了。他在电话那头低低的笑，苍白，是挺苍白的。我倒想给他们不苍白的，只是某人不答应，这才刚谈恋爱就结婚生子，这不太好吧？我正寻思着要如何对他，周同轩干净清冽的男音从身后响起。扭头，午后的阳光懒懒地洒在布满苔衣的青石砖上，少年穿着白色的 T 恤，长腿笔直站在绿荫下，直直朝我望来。是校草。我心悸一动，紧张的心脏狂跳，与此同时，全身的血液开始叫嚣。哇哦，他这是要表白吧？下一秒却又突然间沉落谷底。周同轩，别忘了你已经是有对象的人了，不能再朝三暮四了。可是虽然但是，毕竟曾经一腔热血，我还是想听他告白。匆忙挂了电话，我故作矜持地将一旁的鬓角别到耳后，嘴角弯到合适高度，轻启朱唇。沈师兄，沈佳熙朝我走近，近到跟前，突然有些难为情。我听说了你和齐元侄子的事，上次的事是我误会了，虽然有些晚，但还是想向你道个歉。哪里话，师兄没有第一时间指责和看不起我，还特地赶去看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不是来表白的吗？怎么改成道歉了？我有些扭捏地用鞋尖捻了捻地砖上的碎石子，负着手，埋着脑袋。师兄是不是还有别的话想对我说？提示的意味很是明显了。我来是想说，他吞吞吐吐半天，愣是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，可眼尾却红了起来。讨厌，不就是喜欢我吗？就这么难以说出口吗？我冲他眨了眨眼，鼓励他：师兄有话不妨直说。我来是想说，我听说了你和齐元在一起的事，虽然我很不甘心，但他从小就喜欢你，如果是他的话，我愿意祝福你们俩。什么鬼？我正愣在当场，还没来得及反应。周同轩，你过来。身后的嗓音轻轻冷冷，熟悉到令我瞬间变僵化。
我扭头正对上齐元又黑又沉的眼眸，他双手插兜，紧抿着唇，身形挺拔的伫立在那儿，似乎是跑来的，发丝都淌着汗。干，他怎么来了？来了就来了，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瞎往这儿凑什么热闹？没看我和我男神说话呢。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影斑驳地投在他脸上，映得他浅色的瞳孔更加冷淡。我站在原地动也不动，只恶狠狠怒瞪他，把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。却不想他看着看着忽然笑了，还笑得很是阴寒。与此同时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，而且很快得到了验证。他张嘴没发出声响，只用了口型：我不想做你这熊孩子。我匆忙几个大跨步至他身前，伸手捂住了他的嘴。操，狗男人怕不是八字和我犯冲吧？他怎么总当我桃花？你干嘛？都跟他说了，只要他说我不想做你哥哥了，他就会变成婴儿，他怎么还能？这不是给我添乱吗？救场！他酷酷道。救什么场？当然是救你的场。他都说要祝福我们俩了，你还杵在那儿干嘛呢？当雕像呢？是你搞的鬼啊！我去，有点讨厌了呀。我伸手要去打他，被他一把攥住手腕，轻身抵在身后的桃花树上。少年的怒意汹涌而来，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。周同轩，你怎么能不讲女德？什么？说好要做我女朋友的，你怎么能转身就反悔？我怎么就反悔了？哎，不对，他这话的意思怎么像是醋了？我不确定道，你喜欢我，我本以为他是一时兴起，不然你以为呢？这就有点难办了。尽管和竹马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，可我还没来得及重新审视和竹马之间的感情，无法正视他的问题，就不正视，看我转移话题。我还以为你喜欢校草呢。齐元黑着脸，周身的气压低得有些吓人，声音阴郁。我什么时候给了你错觉，让你觉得我喜欢他？你变成婴儿时还抱着人家不撒手来着。哎呦，瞧我这嘴快的！我忍不住想扇自己2巴掌，没舍得。你眼瞎吗？我那是为了咬他。我去，这是我能听的。我紧张地捂住了嘴，随即反应过来什么后，不可置信地扬起了脑袋。齐元，你个大猪蹄子，你没失忆。与此同时，关于竹马他芬芳的事从脑海里倏然闪出。这次我俩难得同时默契的都不吭声了，只是都别过了脑袋，谁也没搭理谁。哦吼，看起来更默契了。别问我芬芳的事是什么事，那就是事关男人的尊严和女人的脸面，我不能说。本以为尴尬着尴尬着，大家就都散了，没想到他忽然开口道：“反正你得对我负责。”我这什么脑回路？负什么责？该看的不该看的你都看了，你说你负什么责？他这话有歧义呀。什么是该看的？什么是不该看的？我怎么觉得都该看？似是我眼神太过赤裸，出卖了我自己。他似是猜到了我所想，突然松了手，手指捏着我的耳垂揉了揉，轻身，下巴抵在我肩窝，贴着我耳边低笑。我老婆能看的，你能看？我面红耳赤，慌得后退几步，口齿都不清晰了。你别胡说！齐元忽然站直身子，看着我一脸正色道：“周同轩，我喜欢你，你考虑考虑我吧。”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我没出息的跑了。无他，就是怂。和上次的要挟不一样，这次的表白很认真。齐元他竟然真的喜欢我。可青梅竹马的友情或许会长远，但是两情相悦的爱情却未必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会在情感萌芽的初期，在刚发现自己对自己的竹马萌生爱意时，便将这份爱意掐死在萌芽里。齐元要我考虑他，可我考虑过，很久以前便考虑过。都说两小无猜的感情最是无坚不摧，也最是容易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当你真的近水楼台时，你往往不敢得月，因为你会怕那月是镜花水月。我曾多次深陷这种爱却不能爱的漩涡里而不能自拔，痛苦不已也好，辗转反侧也罢，不能说，便只能自我折磨。甚至为了摆脱这种折磨，我还经常尝试将自己的喜欢进行转移和嫁接，譬如对校草这突如其来的迷恋和喜欢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我对齐元的喜欢总有一天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殆尽，要么出现另一个他，将我对齐元的喜欢给挤走。陪伴多了，相处久了，时间长了，心里爱的那个人自然而然便可以被替代了；要么出现另一个他，将齐元身边的女朋友位置给霸占。希望没了，失望多了，难受够了，感情便也就耗尽了。但无论哪种，都需要时间。可齐元没给我时间，他只一句话便将我心中爱的壁垒给击穿。喜欢我，齐元竟说他喜欢我，而且打小便开始喜欢我。天了噜，原来我竟不是一个人在单恋。我害怕却又欣喜，忐忑却又不安。害怕的是对既定关系的改变，友情变爱情的感情很有可能会没有终点。欣喜的是，只要我往前走那么一小步，一个人的单恋便可以变成两个人的爱恋。
忐忑的是拒绝的话，往后余生，我们是不是再也不能做朋友？或者余生漫漫，我是否会为今日的胆小而懊悔不已？不安的是，如果我答应，无论过程多么轰烈或者平淡，最终的结局都是无疾而终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突然不知道怎么整了，怀揣着一团乱麻的心思，一连几天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周同轩，你考虑的怎么样啊？明知道我在躲他，齐源还是将我拦在了过道里。什么怎么样？我装傻。我感觉得到，你对我并不是毫无感情的，为什么不答应和我试试看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我有些不太想说。是不是怕分手后我们做不成朋友了？你竟然猜到了。不会的，你说不会就不会。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我们不会分手，只会离婚。什么？我们先婚后爱，领证后再谈恋爱，并在领证前做好财产分配。倘若有一天我要和你离婚，我名下所有资产都是你的。如果我提离婚呢？也是你的。听起来像是稳赚不赔的买卖，但还是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。你当真这么好心？你就说答不答应吧。咱们两家可是知根知底的关系，我有钱有颜，身材不错，对你也好，你我之间彼此也都熟悉，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？话是这样说，但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。况且你还看了我。走廊尽头突然传来人群走动的声响，我怕他说出什么虎狼之词引人误会，匆忙捂住了他的嘴。闭嘴吧，我答应。他惊喜地睁圆了眼睛，然后在人群走远后，突然将我脑袋拉拽了下去，稳住了我。全文完番外，我和齐源先领了证，才谈的恋爱。齐源说的对，像他这有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人，确实是打着灯笼都难寻。人间月都主动送上门了，我这种有近水楼台先得月资历的，不直接拴在裤腰带，还放他搁外边蹦跶，我就是个蠢人。只是为了不被过多的打扰，将感情给搅黄了。我俩一直到毕业才告知了双方父母，这才开始筹备婚礼。可好容易到了婚礼当天，在化妆室里，齐源却将他自己给玩脱了。具体怎么玩脱，你们可以尽情想象。总之，齐源又变成了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。尖锐的婴儿啼哭声将我妈给引了进来。我妈一进门，一眼就看到了我怀里的宝宝，走近一看，还他妈长得和齐源一模一样。乖乖呀，你们怎么能考虑到我们已经领了证？他将未婚先孕4个字硬生生给吞了回去。你们怎么敢的呀？这什么时候的事？他又惊又喜。与此同时，从我怀中接过婴儿，抱在怀里，一边哄他，一边问我：孩子先放我这儿，这是等你们办完婚礼再说。齐源呢？怎么没看到齐源？就在你怀里呀。我要怎么解释？我妈才能把孩子还我？又要怎么做才能在婚礼开始之前让齐源变回原来的样子？说是齐源的侄子，还有人信吗？算下来的话，他侄子在我们的谎言里应该成长为4岁了吧？所以孩子要不回来的话，这婚还能结吗？眼见着闻声赶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太多的人将我和我妈围住，问东问西，我心下烦躁，头痛欲裂，突然间很想逃。彤彤，快醒醒，别睡了，婚礼快开始了。我妈的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冷不丁睁开眼来，昏昏沉沉中突然清醒了过来。幸好这只是一场梦。我妈帮我重新理了理婚纱，正准备出去，门外突然人潮涌动起来。婚礼快开始了，新郎呢？怎么不见新郎了？心跳加剧，突然记起昨晚经过书房，偶然瞟到书桌上的新郎致辞。虽然他见我来，迅速将致辞收了起来，可我还是看到了。他的新郎致辞上写了什么哥哥，而举行婚礼前，他一定会去顺词。他不会。我提着纱裙，穿过人群，焦急地在大厅里寻找，终于在空荡荡的贵宾室里发现了一个婴儿。齐源 ，no， 齐源他真的变成了婴儿。梦中的场景和现实中的重合在一起，脚下步子沉重，我忽然有些想哭。从和齐源恋爱开始，我们便开始筹备今天的婚礼，费了那么多的设计稿，就找到这么一个完美的。时间、地点、天气、婚礼场地的布置都很完美，甚至百忙之中前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算齐全。可是却独独少了新郎。我欲哭无泪，伸手将头纱扯掉，正要发火，身后却突然传来粗重的喘气声。周同轩，你瞎跑什么？这声音是齐源。我震惊地扭转过身，就见他呼哧呼哧走我跟前，看我的眼神很是幽怨。他蹲下，将我的手搭在他肩头，从纱裙里掏出我的脚，脱掉高跟鞋，为我换上了平底鞋。穿不好高跟鞋还到处乱跑，他从西服口袋里掏出创可贴，轻轻地贴在了我破皮的脚后跟上。他竟然还记得我曾提到过自己穿不好高跟鞋。走吧，婚礼快开始了。起身看过来时，这才发现我眼睛红了。怎么哭了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凶你，我就是心疼你。他慌乱地替我擦眼泪。我不是怨你，我就是有点想家，其实是有点感动。不怕，不过3公里的路程，只要你想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家。好，十指交叉，朝着 T 形台走过去。
愿往后余生的每一天，我们都能一起回家。